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最近我们素材太多了，五角大楼又放出了第5期 UFO 档案，这一批里面的 CIA、FBI 文件比前4期都要炸。我给大家总结了3件大家可能以前都没有听过的故事。第一个就是2002年到2023年，有非常多的像金字塔形状的三角形飞船，就一直在世界的各种城市、美国核基地等等的无声飞过。这个图就是档案里面的原图。第二个事就是1948年有一份记载昆虫形状外星人绑架人类的记录，里面还描述了外星人在地球上建造的像神殿一样的地下城。第3件就是1963年巴西广播电视台报道，有一个巨大的金属球坠毁在巴西孔德市，里面还躺着一具穿着宇航服的外星人尸体，金属舱里面还有各种奇怪的符号。这些文件每一个信息量都超大。我们今天先讲第3个巴西的故事。为什么先讲这个？因为从逻辑上讲，这个巴西就在秘鲁的纳斯卡旁边，它肯定也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接着我就翻了一下巴西葡萄语的各种网站，一看震惊了，巴西发生的一切故事全部都和这次五角大楼公布的文件完美的对应。一会儿就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社区开通了。手机打开我的 YouTube 频道首页，点击社区，进去之后大家就可以在里面发帖子。你看到什么奇怪的上古文明照片、外星记载，想听什么故事，或者你有什么诡异的经历，都可以在里面发帖子告诉我，我以后也会优先回复发帖子的朋友。而且以后我会从帖子里面提到的各种的故事经历详细研究之后给大家讲。所以今天听完这个故事，别忘去社区里发表你的感想哦，感谢大家。今天的故事要从五角大楼公布的3个档案说起。第一份是1963年10月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广播信息处对巴西里约热内卢图皮电台的绝密监听和转移记录。档案写道，来自巴西巴伊亚州孔迪市的报道称，一个巨大的金属球坠落在市中心，在地面上砸出一个深达4米的大坑。这个神秘球体带着窗户状的开口，开口覆盖着厚玻璃，其内部有一具人类尸体，身穿厚重衣服，衣服上带有无法辨认的文字。孔迪当地居民对此感到困惑，相关当局已经获悉此事。大家注意这里面的关键词，金属球、玻璃窗、厚重的衣服，还有看不懂的铭文。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是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才完成第1次载人航天飞行，而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还要等6年。但是就是在1963年，一个巴西的非常小的城市的电台就报道，有一个和什么七龙珠、纳美克星人一样的飞船就坠毁在巴西的一个这个城市孔迪市，还说是球形的，里面有人类宇航员，衣服上还有什么外星名人。当时全世界还在美苏冷战中，美国 CIA 对全世界进行监控，一听到这种消息中情局立刻非常紧张，马上汇报华盛顿。第2份文件就是10月14日，美国驻里约热内卢大使馆科学参赞西蒙·皮特里发出了紧急电报，编号1054。在电报里面他就明确说，该日期前后的确有一个物体被目击在空中飞行，该物体曾被暂时认定为气象类气球，但重申地面上并没有任何此类物体被发现。地面上美国没有发现任何事情，但是电报的末尾加了一个备注，立刻抄送美国国防部、空军和美国的 NASA。 为什么没有发现任何事情还要抄送他们呢？非常奇怪。同一天，第3封电报就是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出的157号电报，说他们也是没有发现任何遗迹，推测该物体可能是气象气球。那问题就是为什么当地电台说坠毁飞船是球形的，和现在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 UFO 是一样的形状？为什么在1947年美国的罗斯威尔飞碟坠毁案件里面，官方也结论说这个坠毁的飞碟是气象气球，而且里面也死了一个外星人？是不是巴西孔德的这个坠毁飞船已经被另外一股势力给收拾了，然后派黑衣人出现，把周围所有的人都记忆抹去了？结果美国大使和特工去巴西调查，然后就一无所获。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后面也给大家解释。而且当时美苏冷战，苏联间谍可能也是在巴西有活动。于是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我就查了一下巴西孔德，这个地方就非常诡异了。它在1961年只是巴西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城市，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它的西边就是印加的库斯科古城，还有马丘比丘。我以前在会员节目讲过，400年前印加原住民的手稿里面叫做秘鲁王国古物记中就记载，印加古神维拉克查，他和他的光明使者降落地球之后，
维拉克查就从西南走向西北，之后消失在太平洋。而维拉克查的使者，或者说是他的儿子，说是要从西走到东去大西洋，之后穿过大西洋去了亚特兰蒂斯或者是古埃及之类的。而他们的路线就是从印加的首都库斯科，然后直接向东走，走到最顶头，就是巴西的孔德市，然后从这里面进入大西洋，去了古埃及。维拉克查使者经过巴西雨林，里面也有秘密，传说是有地下金字塔的，这个我详细讲过，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所以巴西从古代到现代一直都有这种神UFO 在雨林深处飞来飞去的。而巴西雨林现在是禁区为了保护原住民，普通人是无法进去的，而且进去的话很可能是被原住民当作入侵者被射杀。所以这个巴西雨林里面还真的可能有一些事情。我翻了一下巴西的各种记载，在1952年5月7日下午，就在巴西的首都里约热内卢，有一个杂志叫做克鲁塞罗，他派记者若昂·马蒂斯和摄影记者埃德·凯费尔就来到里约热内卢西部的巴拉卡迪卢卡海岸进行采访。这时突然摄影师就看到有一个灰色金属的 UFO 突然从海面方向出现，然后摄影师直接就咔嚓咔嚓拍下了照片。这些照片是巴西国家档案馆里面下载的，没有任何修改的痕迹，大家可以看一下。巴西 UFO 非常多。然后说到这个里约热内卢，接下来的故事就更加悬疑了。在里约热内卢西北不远的有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瓦拉基纳，现在这里面还有一个 UFO 的建筑，这是为了纪念在1996年这里出现了一个 UFO 坠毁案件，都是在巴西。这个故事详细记载了人类医师给飞碟坠毁的小灰人动手术，结果这个小灰人突然就醒过来了，然后用这个意念哗一下轰炸人类大脑。这个所有的调查是写在一本书里，叫做《巴西 UFO 坠毁事件：一次真实的飞碟坠毁与幸存外星人深入调查》。我看完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它的作者是美国足病外科医生罗杰 ·K. 凯尔博士，他曾经在美国给那些被自称被外星人绑架的人，从他们身上取出一种外星的植入物，非常高科技。之后他就对 UFO 和外星人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在2002年，他就花了1整年去巴西调查这个事件，后来就写成了这本书。这个不是科幻小说是一个调查报告，里面就还原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整个科幻电影也拍不出。就在30多年前，1996年1月13日，一个叫做卡洛斯·德索萨的飞行员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他就看到天上有一个雪茄形状的东西，大概校车那么大，一边冒着白烟一边往下掉。他形容是像一台坏掉的洗衣机，之后轰的一声坠落地面。卡洛斯立刻开车转向，然后到事故地点看一下发生什么。等到他到的时候，就感觉到整个空气里有一股氨水混着臭鸡蛋的味道熏得眼睛发疼。他说他捡起一块碎片，轻得像铝箔，然后揉成团一松手，碎片就可以立刻弹回原来的形状。他刚想勘察现场，军车一下就出现了，然后直接把他赶走了。这个故事没完。接着1周之后，1996年1月20日星期六下午3点半，天空下起了大雨，雷暴天。这时候在一个叫做雅尔丁安德烈的街区，有一块杂草丛生的空地，有3个小女孩就抄近路准备穿过这里，想要回家躲雨。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女孩突然看到街边的墙角怎么蹲着一个什么人，非常小，像小孩一样。小女孩们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们看到了一个身高大约是1.5米，皮肤深棕色，油亮油亮的，像抹了油一样的那种皮肤。它不是人类，它有2个巨大的眼睛，而且是暗红色的，而它的头大的和身体不成比例，并且头顶上有3个凸起，像3只脚，皮肤上还有像血管一样的纹路。小女孩一看就震惊了，而且还说这个棕色的人形生物每只手有3只手指。她就蹲在那里，身体摇晃，看起来像受伤了。这几个女孩就吓得赶紧跑回家了，然后见到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看见了魔鬼。于是她母亲和家人赶紧拿着武器，就赶紧跑到了现场去检查。一去就发现那个生物已经不在了，但是在泥地上还有3根脚趾的脚印，空气中还弥漫着一种恶心的气味。小女孩莉莉安就说她看到这个小的生物，红色眼睛，棕色油亮的皮肤。当她看见的时候，她觉得整个世界都停住了，而且这个外星人他还有精神感应，
对他说我在受苦，请救我。这些是巴西电视台的报告，有纪录片，但是巴西警方说他不是外星人，说可能是小女孩在躲雨的时候急着回家，看错了，一不小心把一个在墙边的乞丐当成了外星人。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疑点。首先就是这些目击者都说这些外星人出现的地方有浓浓的氨水味，氨水味就是尿的味道非常臭。UFO 理论就是现在来地球的小灰人，他们是一种 DNA 设计的克隆体，在幕后的更加厉害的这种的宇宙势力，为了让他们适应宇宙的航行，就没给他们设计排泄系统。他们吃的都是液体的能量食物，他们的嘴非常小，排出的废物都是靠皮肤代谢，所以他们都是大脑袋小嘴巴，身材细小，这样的造型就可以让耗能降到最低。能量就是主要集中在大脑大脑就是精神感应的天线。当他们的排泄物从皮肤渗出的时候，小灰人体内的这种的液态氨就挥发了，通过毛孔、皮肤粘液或者是呼吸系统进入这个大气里。这就是为什么解释了很多接触外星人遭遇者都会闻到令人窒息的氨水味。还有在古代西藏都记载那种龙族鲁，他们的味道都是很难闻的，而且他们会传播疾病，叫做鲁病，也就是龙病第二个就是小女孩说这个外星人头上有3个隆起，这个也非常奇特。就在巴西的东部，非洲卢旺达，这里在前殖民时代就出现一种发型，叫做阿玛孙，它是专门把发型做成有3个隆起的样子，而且这种发型只有卢旺达的贵族才能做非常巧合。非洲有金字塔，南美洲也有金字塔，而且非洲原住民会戴上一种叫做嘴盘的东西，而亚马逊雨林的酋长也要戴上这个嘴盘。这个我在会员节目里就讲过，叫做神圣模仿。神维拉克查曾经降落地球，就告诉那些贵族们说你们要模仿我的样子，这样才能遵循我的道。接着就在1996年的1月20日下午，小女孩发现这个外星人之后，到了傍晚6点钟，天气突然转冷，大雨变成了狂风，狂风里面还夹着的冰雹。这个时候有2名年轻的巴西军警开着巡逻车在风暴中巡逻，冰雹打在窗户上咔咔作响，大街上空无一人。这时候这个车就正好路过离刚才女孩发现外星人的地方仅有1个半街区。他们透过窗户突然看到有一个奇怪的小孩在暴风雨中一瘸一拐地横穿马路，好像受了伤一样。车上有个军警是23岁的下士马科·埃利·切雷泽，他觉得必须要在暴风雨中帮助这个人，他就赶紧下车，没有戴任何手套，一把就抓住了这个人的手，然后把他拖进了汽车。一开始这个人还挣扎，之后就晕倒了。而马科在车上看了一眼这个人，一下就震惊了他不是人类，就是那个外星人。之后他汇报上级，然后把他送到了当地的一个小型社区医院。注意这个时候马科是徒手抓的这个人，没有戴任何手套。送到医院之后，这个小医院就被军方封锁了。而23岁的马克等他回到家之后，就一直抱怨怎么身上有一种洗不掉的油腻感，还有氨水味。而几天之后，马克就发现他的腋下鼓起了一个小脓肿。2月12日，他就突然全身疼痛，被送进了急救室。而在2月15日上午11点左右，马克死亡，时间只有20多天。最后医生检查发现有3种不同的细菌轮番攻击他的身体。医院的塞萨里奥医生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很难相信在不到20天的时间，有3种细菌袭击了这名警官3种，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罕见。马克患有肺部感染，他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免疫力，在那种情况下，任何细菌都可以控制一个人。而马克的太太事后就被问你有没有收到他的病历和死亡证明？马克太太切雷泽就说没有，也没有任何人让我参加他的葬礼，我对葬礼一无所知，这是完全保密的，由军方处理。最后还有一位当地的尸检医生也出来作证，说当时病历上死因一栏没有写任何字，没有任何证据。所以这个马克的死亡是一种非常诡异的，没有任何理由的死亡，是不是接受外星病毒之类的不知道。接着这个外星人送到医院里以后，他去哪里了？接下来就更加的诡异，就是军方封锁了医院，对外星人进行活体解剖，而外星人用精神开始轰击解剖医师。在1月22日，巴西中情局叫做 S2 突然就占领了当地的马尼塔斯医院。这个医院非常高级，里面有很多设备。
医院的门口里面就顿时停满了军车，走廊里面也都是全副武装的军警，真枪实弹的。一个被蒙上黑布的玻璃棺就被推入医院手术室里面，整个医院就被严密的封锁，任何人不准进入。这时候军警就把几位骨科医生直接推进了手术室，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任务就是给一个病人接骨，别的都不准问，治好他不准多嘴，手术做不完谁也不准回去。医院的骨科主治医生采访中被称为 MP，50多岁，还有3位护士，还有女医师之类的，他们就吓得哆哆嗦嗦的，以为是军人政变了。当他们擦干手，戴上无菌手套，转过身，仔细看躺在手术台上的人的时候，一下子就震惊了。他们掀开无菌布的时候，就发现这是个1.5米的小灰人，皮肤是深褐色的，亮闪闪的，看起来非常油腻滑润。但是当他把手放上去的时候，却感到皮肤实际上是非常干燥的，而且表皮上有类似鱼鳞状的网状纹路，但摸起来却没有鳞片的阻碍感，非常光滑。这个小灰人的脑袋大的跟身体完全不成比例，而且他的头顶到后面一直隆起了3条像脊椎一样的骨质凸起，全身皮肤光秃秃的，没有一丝毛发。医生看他的脸，发现他几乎是没有鼻子的，只有2个小小的气孔，还有一道浅浅的隆起，像鼻梁一样。小灰人是没有嘴唇的，嘴巴的位置仅是一道细细的裂缝，耳朵也退化了，只有2个小小的耳道眼，脖子非常细，感觉只要一甩这个巨大的头，脖子立刻就会断掉。这个时候 MP 医生继续往下看，他就发现小灰人的左大腿股骨出现开放性的粉碎性骨折，整个骨头都已经断了，刺出皮肤表面了，而周围还凝结着一些干涸的暗红色血迹，像人类一样。医生就想给他打麻醉药动手术，但是一看呢，根本不知道如何下针啊，不知道他的血管在哪里。然后想了想，又想给他戴上一个氧气面罩，给他输入麻醉气体，但又不知道这种高浓度的氧气会不会把他立刻毒死，所以最后就没办法，只能在皮肤表面上注射了微量的局部麻醉。然后 MP 医生通过显微镜就发现这个小灰人的细胞结构跟人类非常相似，但是血小板的数量非常高，只要这个血液一旦离开血管，几乎瞬间就自动凝固。而且这个小灰人的骨头出现一种奇特的粉红色，表面布满了类似人类骨质疏松时候才有那种细孔，就是骨头非常轻，但是硬度非常高。而且医生强行把骨头复位的时候，对接的时候就发生咔嚓一声，这个骨头就自动的锁死固定住。在整个过程中，小灰人呼吸非常浅，几乎是没有反应的，只是睁着那个大眼睛麻木地盯着天花板。等了半天，医生满头大汗，忙完之后把骨头复位了。他们正在松一口气的时候，突然整个手术室不知道从哪里就突然弥漫起一种绿色的雾，大家一看就震惊了，这怎么搞的？之后这个 MP 医生就这么说，突然间房间里凭空开始弥漫起一种绿色的薄雾，我们都往后退去，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的目光突然对上了那个生物的眼睛，它的眼睛闪烁着红光，看起来就像2个旋转的液体漩涡，它们在拉扯，拼命地将我往深处拉。一瞬间，极其巨大的信息量像重锤一样砸进我的脑袋里，这些就像思想电报，由巨大板块组成的信息，一遍又一遍，就像有人在用锤子连续猛击我的头部。这个叫做外星信息冲击。我以前讲过的哈佛大学教授研究的几百个绑架案例都有共同点，只要灰人和人类的大脑连接起来，人类大脑就一下会接收到所有的知识。有的人会精神崩溃，但有的人就是获得了新的能力，就像佛祖的什么天眼通、宿命通之类的。这个时候 MP 医生大脑就开始出现外星人的话语，我们觉得你们人类真的是非常可怜。首先，所有人类其实都拥有着和我们种族一样的精神潜能，只要你们学会运用精神和意念的力量，你们就能瞬间自我治愈身体所有的疾病、骨折和伤痛。如果我的同胞受了伤，我们根本不需要被关在像现在这样冰冷简陋的医疗机构里接受治疗，我们靠自己或者彼此的精神链接就能完美治愈自己。但可悲的是，你们人类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份力量。其次，你们人类最可怜的地方在于，你们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
你们的肉体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外壳，你们其实是伟大的精神生命体，但你们现在的物质文明已经将你们的精神与真正的自我彻底断绝了联系。讲完了这些什么精神力的事情啊，这个外星人就一下合上了眼睛，然后这些医生一下就回过神了，满脸苍白啊，没有一丝声音。从这个外星人说的事情啊，说不定真的是释迦牟尼在《阿含经》中说的啊，我们的祖先就是一种光阴天人啊，光的孩子，我们其实都被困在这个身体里面了啊，我们的实质是伟大的宇宙精神体，等我们死后可能就是飞到了这个宇宙里啊，就像释迦牟尼一样，去了就不回来了。24小时之后，这个 MP 医师就证实啊，这个小灰人身上伤口会自动愈合，但是他在医院里就活了不到2天就死了。不知道是不是医院里面有太多的其他人类的病毒，或者是氧气浓度太高，他受不了就死了。之后在1月22日，巴西情报局 S2 就用了一个类似木箱的这种的棺材，把它秘密运到了圣保罗州的坎皮纳斯大学。情报部门就要求世界最著名的法医巴丹·帕特利亚斯博士对小灰人进行绝密解剖，但是之后采访这个巴旦博士，他就公开坚决否认没有这个事情。但是后来还有报道说，他曾经私下对学生说，他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自由谈论外星人的事情啊，很多事情都不能随便说的。而且在90几年这个大学尸检的时候呢，很多目击证人都证实，当场就出现了美国军方的人员，还有很多是 NASA 官员的身影。然后接着是非常诡异的巧合啊，就是在1996年3月，美国国务卿奥伦·克里斯托夫和 NASA 的局长丹尼尔·戈雷尔就紧急访问巴西，和巴西政府签订了一个叫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作协议。然后这个协议里面就确定了一项条款，任何在巴西境内发现的来自太空的物质，也包括地外生物实体1:1，都必须转交给美国政府。但是作为交换，美巴双方将可以共享一些 NASA 的一些数据。最后报告里面就写到，军方当时一共捕获了4只小灰人，都被送到了美国进行研究。然后在五角大楼档案里面，这个 NASA 也放出了1996年就是1996年宇航员拍到的3张照片。这个是1996年11月12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上宇航员拍摄的3张低轨地球不明物体照片，它们就是三角形的飞船。也许这个就是小灰人的高空轨道母舰，也就是我们在开头出现的这种的金字塔形状的母舰。这些档案里的时间，还有发生的故事，还地点都能合得上，非常非常巧合。小灰人三角形母舰的故事，还有他们上古进入亚马逊雨林被人类称作神的故事，还有一个叫做蜘蛛外星人和地下城这些事情我在会员节目都给大家详细讲解。点击加入或者是哔哩哔哩的充电，选择太阳系护法，就可以看到所有神秘的会员节目。现在 YouTube 非常严格，让大家分清 AI 和真实照片的区别，所以我在影片前后都有标注什么是 AI 照片做的，而我自己的稿件都是我自己写的，我也是真实的不是 AI。 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多留言，也可以去找什么有意思的照片去我的社区里发帖告诉我，我会优先回复。好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